其实八度或者是银行或者是任何信息采集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东西。然后为什么民众对八度有很多疑问？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政府太多的网站或者是信息泄露的事情层出不穷，而且政府也不在 BDPA 的管辖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公司的资料外泄，我可能会告上法庭。啊，政府居然不在这个管辖之内。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别片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商。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是 Firmus， 它是一家网络安全管理公司。那么其实呢，今天我们要来一起探讨的就是如何他们将控管网络风险以及网络安全的工作呢，当作公司主要的业务以及运营的核心。那么在 AI 来临的这个时代呢，对他们来说又有哪一些新的商机呢？其实 Firmus 呢是一家网络安全解决方案以及渗透测试的一个服务供应商啊。他们是由一群专业的网络专家组成的团队，他们的业务呢是帮助客户评估还有管理客户的网络风险。那么在帮助客户在业务成长，可以降低风险还有网络安全的相关的顾虑，那帮助客户提早发现一些潜在的安全漏洞或者是攻击行为，那么可以保障个人还有组织的一些重要的资产还有这些资讯方面的这些安全啊。那么这一集呢，其实我们就邀请到了 Firmus 的 CEO 徐维群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Firmus 如何利用先进的技术还有策略，精准管控各种网络风险和建构安全可靠的网络环境。我们先来欢迎 Firmus 的 CEO Alan 徐维群，欢迎你。谢谢能姐。是，可不可以虽然我刚刚已经介绍了你们大致的业务，但是我非常喜欢听就是CEO 自己来讲啊，其实你们的服务范围，还有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公司，因为我相信这样子由你自己来介绍比较有温度。好，谢谢。我们公司在2008年成立，然后成立至今已经16年的光景。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关注于渗透测试服务，也是所谓的 penetration testing。然后当时的情况就是很多公司对于 penetration testing 其实是还不很清晰，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东西，而且很多时候公司他们都不会请我们这些专才来做渗透测试。什么叫渗透测试？基本上就是我们就自己 act as a hacker。Okay. 然后我们来尝试去渗透你的系统，然后会告诉你系统哪一个部分有漏洞，哪一个部分需要补丁的话，然后我们就给客户一揽子的那个建议，然后就建议，就是说在黑客还没有去黑他们之前，没有渗透他们之前，他们请我们来帮他们做渗透，所以。当时我们从小，然后到现在16年后，我们公司已经目前差不多接近100个员工，就包括新加坡的分公司，然后我们的那个安全服务的范围也多元化，就从当时只是做简单的 penetration testing， 现在还包括市场上很需要的那些，比方说什么 red teaming、compromise assessment， 然后还有incident response， 也就是说当有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的团队就马上去帮他处理，比方说一般上的那个 data breach 的事件，然后还有 cyber drill 这类型的东西。然后除了服务的话，我们在前几年也开始加入了一些安全的方案，然后安全方案我们包括了DLP、EDR、Network Security、PAM 这一类型，或者是包含一些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 的方案在内。所以目前我们觉得应该是我们是最全面的，就是网络安全的专家，然后涵盖的那个方案跟服务是最全面的了。OK， 所以听起来你们公司的服务非常的全面，而且据说你们公司是由一群专家所组成的。你刚刚也有提到啊，你自己本来也是这个专业的，所以你本来自己是为另外一家公司来打工服务吗？还是你其实一开始就创业呢？其实不是。
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呢，我本身是跟新加坡跟香港3间公司，我们成立了一家是做信息安全监控的公司，就是24乘7的公司。当时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呢，情况比现在更难，因为当时你是想看24年前，普通的企业对那个安全的认知感是非常非常的低。然后当时我们首创的那个24乘7全天候的那个安全托管服务，就是我们所谓的 MSS， 就 Managed Security Services， 我们要去推广在银行。当时的时候，很多银行说：“我为什么要外包？因为我的系统是非常严谨了，为什么我要外包？”所以当时呢，我们在短短的2-3年的时间呢，我们几乎刮揽了50%的马来西亚的那个银行跟金融业，或者是包括保险。当时中央银行也非常注重这一个全天候那个MSS 的那个 services， 所以当时他在那个中央银行那个GBIS 一个 guideline 那边，其实加了一行，就是说银行基本上要找一个外包公司去全天候帮他们做安全托管服务。我现在用一个比较 layman term 的一个东西，然后大家讲述什么叫24乘7。就比方说，今天我们在这一栋大厦。在这一栋大厦里面，我们有的是监控系统，对不对？有的是警铃，对不对？有的是门锁，基本上全部都有。而且在这个大厦的一个另外一个版本是在网络，公司基本上都有了防火墙，也都有了防病毒，也都有了类型的那些安全措施。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24乘7呢？就是因为如果这一栋大厦晚上半夜或者下午有人闯进来了，警铃响了，那谁去处理呢？相对的，在你网络，你需要一般的24乘7全天候的专家。如果有人忽然间闯进来之后，你要有一个外包的专家帮你去处理。所以当时在23年，我们就创立了在全马第一家 SOC， 就是我们说的安全监控中心，然后也几乎刮揽了50%的那个 financial sector 的那个市场。然后后来呢，那公司过了差不多2008年，我们就卖给了外资公司 ，OK， 然后再成立了 Firmers。了解哇，所以其实这样子听你分享的话，你其实就是一路走来都是在同一个专业里面。那除了你自己是这一方面就是网络安全相关的专家之外，你的公司里面你很像也还蛮坚持要聘请专家的，因为我在你的公司的网页上面看到你们特别介绍说你们是一群网络安全专家。那我很好奇，除了这个公司的核心业务，你们是由专家来负责以及运营之外，那包括了像是人事，还有其他公司运作的其他的环节，你会不会其实也是蛮重视说，一定要找到合适的专才来坐在合适的位置上面呢？其实我们是一个安全咨询公司，所以安全咨询公司，我们80%或者是甚至90%的员工都是technical staff。然后他们有各自各的领域，就比方说做penetration testing 的，他们就有不同的需求。然后有些是做 compliance， 就是说要 comply to， 比方说中央银行的那个 guideline， 或者是要 comply to Security Commission 的那个安全的准则。那又是另一个团队，因为他们跟渗透测试的人是不同的。然后第三的队伍呢，其实也是他们是做安全方案的，然后就包括防火墙啊、防病毒啊，这一些人的那个知识跟他们的 technical certification 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般都是整个公司的核心。但是整个公司的核心不能只是靠技术人员嘛，所以我们还有 sales team， 当然还有 HR， 但是这个只是在整个公司的运营的部分已经占了80%，80%都是那个技术人员。你自己其实是技术出身的一个人，对吗？是，你可以这么说吗？其实我是当时因为我是1992年
毕业的，所以呢，当时的时候是没有信息安全这一块，或者是网络安全这一块，所以当时我是computer science graduate。那其实在所谓的技术背景出身，或者是像你说 computer science 哦，就是它是一门非常专门的学科，然后它也是这个技术核心所在哦。但是从像您这样子的背景出来的人，会不会在公司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在选择上面可能要去做一些的选择的时候，比如说我公司究竟是要比较重技术，重我的产品，还是说我要重销售？当公司在销售以及产品之间有拉扯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子去解决呢？其实我们没有生产开发自己的产品，我们只是一个纯服务的咨询公司。OK， 你们提供的是一个解决方案吗？解决方案是其他人的方案，然后我们是as a service provider， 所以我们开发的是以服务为主的一些服务，比方说 penetration testing、compromise assessment。但你刚才问一下，那个关于销售跟那个对技术的话呢，其实两个是并重的。那比如说，当你的销售人员问你说，可能我们要这样做，就是你们在提供所谓的这些解决方案的时候，可能要再多加些什么，或者减少些什么才比较好卖。但是当你发现说销售人员的这个建议可能会让这家公司的网络安全，他可能会 compromise， 他可能会危及到他的网络安全。但销售人员说这样子比较好卖。那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矛盾的时候，你通常会做这样的抉择？通常这种假设性的矛盾是比较少发生，但是如果说在于客户的利益，尤其是在网络安全的话，身为一个安全咨询专家，我们一定要以客户的安全为主轴，我们不能compromise 一些，比方说用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然后达到销售这一行业，因为毕竟如果出事了，客户矛头还是会转向我们。所以这一点我们是非常认清的，就很简单。我再举一个例子，当我们在做penetration testing， 然后在 penetration testing 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会写一个报表，整个报告里面呢会涵盖客户的一些漏洞、客户的一些短处，然后有时候那个CISO。就是CISO 或者 CIO 或者他们团队会告诉你，这个不能写，这个不能写，你也可以删掉嘛。做 audit 的时候，你不能够将这些东西删掉，所以一般上我们就会秉持我们的专业的那个精神，所以我们会告诉他，这个是 is actual finding。当你们漏洞我们提供给你之后，你做修补之后，那我们就会在第3次的报表里面，我们就会重新再给你一个报表，说这个漏洞是我们发现到的，但是你们已经将它修补了，然后已经是 secure 的 environment。所以一般上我们不能够妥协，对客户有一些威胁性的一些建议，完全不能妥协就对了啊。那其实你们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有15年的经验啊。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其实公司在服务客户的过程当中，这15年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成功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其实在这15年里面，或者是16年里面，其实我们都处理了很多起 data breach 或者是 ransomware 的一些引发的一些数据泄露的一个事件。我们大家要知道，近期来我们最普遍的就是 Pakeso， 他们系统给人家入侵了，当然那个不是我们的客户。然后我们所处理的包括一些大型的半导体公司，其中还有一家大型的手套公司，这个是最近的，因为我几年前我也不提了太多了，所以说最近是这2-3个月里面，然后这些公司所面对的基本上问题其实都是一致的，他们是中了那个所谓的 ransomware。ransomware 基本上是因为有一些员工就不小心下载了一些不应该下载的那些有病毒的软件，因为通常他们是用钓鱼的方式去吸引那些员工，然后他们下载之后，然后公司的员工目前是在公司上班，然后他们的 endpoint 就是他们的 laptop 可能已经受感染了，然后他们在公司里面这些病毒就会开始在公司里面蔓延，然后扩散到你的服务器啊，你的数据库啊，然后将整个系统可能就瘫痪了，就是 encryption，然后加密了，然后那些
背后的操纵者就开始来跟你接洽，说，你要不要给我们一些 ransom？ 就开始他们要开始跟他去议价，就说我可能要收这种价格，然后你开始跟他议价，因为在安全专家的那个本身的立场是，我们绝对不给赎金的。但是如果你整个公司的数据库是已经被加密，你的那个 backup 系统也是重感染了，那你整个公司的运作是瘫痪的话，那给予不给是公司的决策了。了解。就像如果说某些人他的孩子给人家绑票，那警方一定说不能给，但是给不给是取决于父母他当时的情况，他可能一个儿子，可能他的经济情况又许可，我相信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吧。所以 likewise when come to 这些公司，他们给不给 ransom？ 其实我觉得很多公司他们可能在背后会给，当然我们一般上是建议不能给。所以在这个事情呢，我们一般上所做的就是我们做事故响应，就是我们所谓的 incident response。incident response 呢，我们就包括恢复系统。我们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让那个病毒去扩散，然后就隔绝它。就是如果这10架服务器是重感染的话，我们就马上去隔绝，就不要让它再扩散更大的。然后我们开始恢复系统，跟它清除那病毒之后，我们恢复系统，然后我们做一些 forensic 的取证，然后是知道那些入侵是来自哪一个地方，然后他们是怎么从你的系统里面渗透过来的。跟很多人相比呢，其实这一类似的那个事件是最近发生的非常频密。其实在我们所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话，可能是冰山一角。其实这么多安全公司，他们每天都处理相当多的，所以我们现在角色是像 Ghostbuster，就是有鬼就叫我们去，就是说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件，第一件事找 Firmus， 因为我们通常有劝他们说，就是说如果发生事情之后，你们不要企图去自己解决。就像说案发现场，如果你们企图去自己去清理的话，可能很多追踪的线索会被你无形中或者无意中去清除掉，然后在取证方面就比较困难了。所以我们说，如果的话，尽量让我们来，我们会控制整个场合，然后我们叫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好，那 Alan 其实今天要问一个现在时事的问题啊，跟时事相关的，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说Padu的这个登录还有 registration 的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啊。那我们也看到部长都非常的担心。那其实我们今天不是要聊政治的问题了，但是就是如果不管你是政府部门或者是私人的企业，他要采集一般民众的这些资料的话，其实应该要注意一些哪些事情？那我们要怎样子才能够让民众安心的把资料交给我们？那你们 Firmus 其实在这一方面又扮演一个怎么样子的角色呢？其实Padu或者是银行或者是任何信息采集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东西。然后为什么民众对Padu有很多疑问或者是意见，就是可能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国政府太多的网站或者是信息泄露的事情层出不穷，而且政府也不在 BDPA 的管辖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公司的资料外泄，我可能会告上法庭啊！政府居然不在这个管辖之内，所以最近我们的数据部长Gobind Singh 就开始要提交一个新的法案，就是包含政府在内。那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因为如果政府不受 BDPA 的约束，那接下来你会看到就是说越来越多不该受的事情的发生。然后其实我常说的是，马来西亚像我们的资料，我们身为人民要的资料，其实已经是在黑网 Dark Web 里面，其实已经是非常多了。因为这么多的那个 data breach 的事件相信你我的资料已经在那边已经很普遍了。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说，马来西亚像我们这些资料已经不值钱了，因为太多了，因为一直不停的外泄嘛。所以我在整体上来说呢，其实在 cybersecurity 的领域呢，绝对是没有100%的解决方案的。因为如果你要达到100%，几乎是天方夜谭。因为在整个生态中，我们是有3个不同的角色会去扮演。第一，
我们所说的人员，第二是它的流程，第三当然你要一些技术去保障你的整个系统。首先说人员吧，其实人员在整个生态里面其实是一个属于比较脆弱的一个环节。人是比较贪婪的，说贪婪的人往往就是为了一些 email， 然后可能就上钩，就受到钓鱼上钩了之后，然后你就无形中将一些不必要的那个病毒软件引入公司了。其实公司前台已经安装了好几层的那些防火防备的措施，但是你那些人用一个 email 就可以达标。所以人员其实很重要，而且很多人员他们不了解到，他们如果在外的时候，他们的那个信息也可能外泄的。比方说，很多人就是出国旅游就省钱吧，就不买 roaming， 对不对？然后就去到机场，有用机场的，然后去 Starbucks 就用 Starbucks 的，基本上是没有错。但是很多那些所谓的黑客呢？如果今天我要提取你的信息的话，我只是在 Starbucks 那边的网络那边做一次手脚，或者在机场的那个WiFi 那边做一次手脚，或者在酒店的 WiFi 做一次手脚，那我就很轻而易举的就拿到你的信息。所以我们一般上建议客户是不要在外头用 public WiFi 去做一些 Internet Banking 的东西，你收集一些 email 上网浏览还是可以的。OK， 所以人员通常就是最我们所说的 weakest point， 就是最弱的一环。第二，也要流程，因为如果你有人，你没有一个流程不行的。就流程说，公司发生的事故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然后每一个月需不需要将我们的那个 password去更新啊？更新的它的那个长度啊，里面又有 alphanumeric 跟那些古灵精怪的那个 character， 是不是需要啊？很多公司没有这种流程，所以没有这种流程和没有这种 policy， 就是那可能一个 password 就用了好几年了，或者是几台那个 server 服务器的话，就用共享一个 password。如果今天我黑客我猜到你的 password， 那我基本上可以。通行无阻啊！通行无阻。第三就是技术，但是你有流程，你有人也不行啊。就相对的，你这个整个大厦，你有保安在下面，然后你有 security policy in place， 但是你没有监控系统，你没有警铃，你没有门锁，那也是不行。所以这个三个的话，基本上是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相辅相成，然后从而才能降低那个网络的危险。了解。其实说到了未来的一些趋势好了啊，那因为我相信 Firmus 这家公司呢是一直不断的在进步。你刚才说已经15-16年的这个历史，但是你们现在已经做到了马来西亚算是最大的一个应该说是最全面的一家公司啊，最全面嘛，对，是那。这样子一个全面的公司在面对未来，包括了像是 AI、人工智能，我相信你们肯定一定有一些副案，或者是已经有一些想法，要如何跟上这个未来科技的趋势啊。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未来其实 Firmus 在技术上面还会有一些怎么样新的进展？其实目前我们面对最大的那个黑客的来源，是人为，但是我相信目前很多那个渗透的那个模式已经改变，因为他们用人工智能 AI 或者是 machine learning， 然后加速他们入侵一个系统的那个速度。以前可能我需要可能我们的 password 是很复杂性的，可能我需要2年时间才可以解读。现在有了 AI， 可能我就用2个小时就可以了。所以由于 AI 的速度是增进的非常广，而且 AI 也渗透了我们的生活。所以身为一个安全咨询公司的话，我们相对的我会用很多 AI 去解决这些问题。就比方说，以前做 penetration testing， 它的那个它的收费就跟15年前比，可能15年前的收费跟现在完全是没有起到价。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多人从事这个行业。当然我们已经用了15年，已经达到今天的地位，所以银行一般上都会指定一些比较大型的公司，比方说你今天找一些审计公司，比方说 auditing firm， right？ 大公司一定找那些大公司，一些小型的公司就找小型的。所以我所谓的那个收费呢，是
跟15年前是差不多一样。但是我们的员工成本、人工成本已经大幅高涨，至少3倍以上。不止人工成本吧，各方面的成本都，包括租用办公室的成本都是提升的。对，但是人工成本其实是最高的。因为你看一看那个整个安全的那个人员的需求量是大大提高，而且马来西亚是欠缺了很多，所以人工的成本其实提高了很多，那个生活成本提高了很高，所以人工成本如果达不到的话，基本上人家会跳槽啊。所以，但是在人工成本、资金operation cost 在这增长的当然呢，我们的 rate 还是没有什么增长，因为太多 competitor， 所以呢，我们就要用一些比较自动化的东西，比方说用 AI 来解决一些问题。比方说，这个 project 可能需要10天，但如果你用 AI 的话，你就可以达到5天的效果，然后你省5天，然后你就可以省却一些员工资本，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在技术方面呢，其实在面对 AI 的攻击呢，很多。我拿一个简单例子，防病毒的很多人还是在选用一些旧式的那些防病毒我就不在这里讲名字了，因为旧式的就是一般上还是用 signature base， 就是说 signature base 的话，我相信你们应该知道我的防病毒好像很久没有去更新啦，没有升级，没有更新了，因为它 signature 很旧了，所以一些新的那些病毒会跑进来嘛。但是现在新款的我们所谓的 EDR，Endpoint Detection and Response， 这些都是用 AI 跟 Machine Learning 的那些防病毒软件，他们几乎是没有用Signature Base 的，然后他们是用 AI 去决定这一个 email 这一个包裹，或者是这个包裹是不是有含病毒在内，所以是非常快非常精准的。而且我们面对每一天都不断更新的那些黑客的技术嘛，所以在这一方面来看的话，为什么有这么多公司还是中ransomware 呢？就是因为他们还在选用比较旧式的那些防病毒软件，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用 AI 这最新的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了解，其实我们刚才在开始录音之前呢，有提到说你也是 ESG 工会的其中一个成员啊。那ESG 这个概念，其实在国外已经不算新了，但是现在对于马来西亚的公司，甚至是马来西亚的企业，很多人是刚刚开始才要去认识 ESG 哦。所以可不可以跟你分享一下？因为你刚才有提到说，现在要留住人才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有的时候也不能够完全只是用金钱留住他们，还是要用公司的企业文化来留住人才哦。所以特别是在人员管理的这件事情上面，你如何去利用 ESG 的理念，然后来留住人才，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其实Firmers 很多年前已经对 ESG 理念是非常的认同。Firmers 本身也是ESG 协会的终身会员，就是 Lifetime Members。然后我也是担任理事会成员之一。然后在 ESG 里面，你看我们的工业，我们在安全的方面，其实 environment 的我们做的不多，因为我们不是生产商，我们没有开工厂，我们没有排碳的那些计划，我们只是用我们的电脑去做我们要的咨询工作。所以 environment 的方面，我意思是说，公司这方面我们尽量避免不需要的那些电源能源节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去年将整个公司部门的灯全部换去 LED， 它开始可能花了我们一些钱，但是前后后期还是会让我们省一些钱回来。是，但是省不省也是 ESG 的份子，我们要节省能源嘛。但是我用在那个 social 的方面来看呢，其实我们在 social 的方面就做得比较好。单看马来西亚我们种族结构，我们有3大民族吧，对不对？那你看一些很多 IT 企业或者是安全的咨询公司，像我们类型的很多就比较是单一文化的，就是说有些是以华人为主，就90%是华裔员工，有些是以马来裔为主，然后就90%以上都是马来人。所以像这类公司的话是比较难吸引到不同的种族的。但是我们在开公司的时候的理念是我们要多元化，
其实多元化对公司是有好处的。第一，在不同的季节的时候，每个人可以自己拿他的假期啊，对公司的营运是不会有影响的。所以呢，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们是一家在安全方面，我们是一家比较属于均匀的。虽然我们是华资公司，但是我们的华人比例在公司只是45%，其余的55%是英裔跟我们的马来同胞。所以看我们是比较 inclusion。然后第二点，我们也大肆推崇聘请更多的女性。然后在去年呢，我们的女性在公司的那个百分比是27%，然后今年我们要增长到30%。但是你要想一想，其实有一点挑战。信息安全这一块呢，其实是男人的事情，所以呢，会比较少女生会加盟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开始看到一些改变，尤其是大学生现在毕业的都很多女生拿 cybersecurity 这个课程。所以我觉得咨询公司像 Firma 这一类型公司，我们没有开发自己的技术，我们只是开发自己的服务。服务是来自谁呢？是来自我们的一般精英嘛。所以精英的话，你就要从市场上吸取很多精英。如果我们多元的那个理念是可以认同的，所以我们可以吸请不同领域的精英。而且这一点我要强调是，去年2003年我们在 HRDC 就是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就是 under 那个我们人力资源部的一个部门里面，我们拿到 SME 的 Best Employer Award。所以这一点是受认可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做的不遗余力，所以我们会比较容易吸引到更多人来参与。好，你提到的这个奖项，其实我真的很好奇，你觉得为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可能用节目最后一点的时间啊，2分钟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觉得你会得到这个最佳雇主的这样子的一个奖项？你觉得秘诀在哪里？其实秘诀在于有几点。第一就是说我们的多元inclusion， 这是 important inclusion。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在公司的那个 social responsibility 方面是做的，CSR 也做的是不遗余力。我们每一年都有不同的那 program 去做一些 CSR 的动作。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喜欢投入在 operation，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跟员工有很好的交流，就是说不同的 department， 我们常常会做，比方breakfast with CEO，dinner with CEO， 然后我们就吸取他们的一些建议啊，或者是反馈啊，公司那一些方面做得好，做得不好，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在一直增强我们的公司的 benefit。因为其实现在聘请那些专业人才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要问你没有 working from home 啊，有没有annual leave 几天啊，这种薪水又要高 ，right？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做得非常好。其实我觉得除了薪资之外呢，其实现在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很希望会受到尊重啊，所以除了钱之外，让员工觉得他在这里是被尊重的，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相信可能贵公司或许是有做到这一点的关系，所以就能够得到这个最佳雇主奖啊。那今天虽然还有很多的想要问的问题，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希望说下一次再有机会再请到 Alan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关于这个信息安全呢，我相信这个话题是不断的在前进当中啊。那未来有机会，希望 Alan 可以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文杰，谢谢。正在 YouTube 观看的朋友呢，欢迎按赞、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观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